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那就是中国的成都。成都，那听过我以前播客的朋友也许还记得，我的家乡呢是在贵阳。那我大学呢是在南京读的大学。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是在上海工作，同时呢，我也在中国的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那这样看下来的话，其实我在中国的东部、南部以及西南部都有过居住的经验。但是在居住过这么多的中国的城市之后呢，我现在反而觉得，可能成都是我目前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以前对于成都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好。原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经常去徒步，尤其是在四川或者是云南那个地方徒步。那在四川或者云南徒步的时候呢，我就需要经常到附近的大城市和我的队友们会合。所以当时呢，我经常会在成都待上个1-2天，然后呢，和我的队友一起出发去徒步。那在那些短暂的1-2天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对成都的印象往往是过于拥挤，经常堵车，然后到处都很闹，市中心也没有什么特点。虽然四川或者成都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但是由于市中心那一块的过度开发，反而让这种历史的感觉消失了。再加上成都其实离我的家乡挺近的，因为成都是四川的省会。省会呢，这个省最主要的一个城市。而四川和我的家乡贵州省是接壤的2个省份。接壤的意思呢，就是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以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接壤的，或者美国和墨西哥是接壤的。那说回成都，由于成都离我的家乡很近，所以每次去成都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就在我的老家一样，没有什么新鲜感。但是呢，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我从荷兰回中国的时候，我去了成都一趟，在那里待了3-4天的样子。这个3-4天，我对成都的印象大有改观，和以前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成都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是指这个城市的政府在努力的去更新整个城市的感觉，比如通过建造一些新的街区、新的建筑，或者说把一些老建筑翻新，从而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为什么这个对我还挺重要的呢？因为
原来我在成都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成都的建设并不是很好，仿佛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在建造什么东西。同时呢，市中心那一块又显得乱七八糟的。总之，就是历史没有保护好，新的建筑、现代建筑也没有发展好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其实这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城市更新的，他在成都已经待了几年，也对成都的城市更新非常了解。所以当我去成都的时候呢，他就带我到成都的一些新的街区去看。那有一个街区我去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那个街区呢，在路的一边是一条河，在河边上呢有一些茶馆，这个茶馆旁边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园。而在路的另外一边呢，是一些很新的建筑，或者说很有特点的建筑。在里边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店，在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在卖咖啡呀，或者奶茶。总之就是这样一个新和旧的结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朋友还告诉我说，成都呢有好几块地方都在做类似的事情，这让我就对成都产生了好感。再加上最近几年成都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口碑也有一些变化，很多年轻人原来呢是想到诸如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去工作，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比较多。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更想找到一个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这样一个地方，而成都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呢，是因为成都的生活节奏相对于东部的几个大城市而言比较慢。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成都的吃的很好吃，那很多人去了成都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当地的一些美食，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想去成都生活。那正好说到美食，我们也必须得聊一聊四川或者成都的吃的。那在中国之外呢，中国美食当中最出名的，除了粤菜，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点心之外呢，川菜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了吧。川菜呢，就是指来自于四川的美食。川菜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辣，具体来说呢，是麻辣。麻呢，主要是因为四川人在炒菜的时候会放很多的花椒，花椒就是让你产生麻的这样一个原料，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辣椒，最终
很多川菜尝起来就是又麻又辣。这和我的老家贵州贵阳不一样。我的老家的饮食呢，也是以辣为主，但是呢，不是麻辣，而是酸辣。酸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当地的西红柿很有特点。那当你把西红柿和辣椒都放到一个菜里的时候呢，尝起来就是酸辣。所以呢，同样是辣，但是我的老家的辣是酸辣，而川菜呢是麻辣。如果你吃正宗的火锅，四川火锅的话呢，你会注意到里边有很多的花椒。那你知道这个火锅就是正宗的四川火锅了。说到川菜呢，我想起了一个还挺有名的外国的作者，他叫做福霞。福霞，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来中国住过一段时间。一开始呢，是在四川大学学习，然后呢，他对川菜或者说中国的饮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后来呢，他就到四川的烹饪学校里边去学习川菜的做法。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不思议的经历，因为这样的一个烹饪学校，其实连中国人都不一定想去，或者是能去。所以这样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厉害了。那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在中国学习做菜以及探索各种饮食文化的这样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鱼翅与花椒》，或者是花椒与鱼翅，我不太记得了。花椒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麻辣时候的花椒，而鱼翅呢，是指鲨鱼的鱼鳍，在中国是被看作很名贵的一种原材料。那通过他这本书的名字花椒和鱼翅，你就大概能知道他这本书其实覆盖了中国不同区域的饮食文化。四川只是其中的一个区域，那诸如上海以及南部的广州，或者说北京，甚至更往北走一些的东北，他们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如果你对中国饮食感兴趣的话呢，我很推荐你去看一看这本书。我现在也还在看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原来是用英文写的，后面也被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翻译也很受欢迎，所以你可以选择中文版的来阅读。那最后一个关于成都我想提的事情，那就是熊猫。熊猫，那也许你知道，熊猫是只能在中国找到的保护动物，而
在中国呢，绝大部分的熊猫，或者说所有的野生熊猫，都是在四川境内。所以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有一个很大的熊猫繁育基地。繁育呢，指的就是繁殖和养育，也就是以增加熊猫数量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地方。除了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之外呢，如果你在成都的城市里边走的话，你还会注意到熊猫无处不在。当然，这里的熊猫并不是指真的熊猫，而是各种熊猫的雕塑呀，或者贴画呀，或者是在路中间的装饰。基本上所有的政府相关的标识都有熊猫的影子在。所以对于喜欢熊猫的人来说，成都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在成都市中心的购物中心那一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购物中心，名字似乎是叫做太古里。而在这座购物中心的顶层，大概10到15楼左右，有一个巨大的熊猫的雕像在那里，是一只熊猫在爬这栋楼，也是很有意思了。总之呢，关于成都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很推荐，如果下次你来中国，除了上海、北京之外呢，也往中国的西部走一走，去四川看一看，去成都看一看。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